敲钵的话会招鬼吗？据我所知，离农历7月应该还有点远呢。现在已经先想到这个也不容易啊。好，鬼啊，在瑜伽的认知里头，其实它是一直都在的，但它对我们来讲就很像是你走在路上的陌生人。就当生死已经画上一条线的时候，它其实跟你没有太大的关联，就连活着的陌生人跟你可能在路边只是路过，他可能就是看你一眼，但以后再也不会有交集。更何况是生死，他就先帮你画下一刀。好，所以我们认知上是有死而未生的你的，其实在瑜伽里头是有的。可是因为他会随着他过世了之后啊，他会慢慢在贝塔脑波那个把你汇聚成形的那个贝塔，慢慢打散，所以他会慢慢没有在人世间的记忆，然后重新组成一个新的。那组成一个新的，要看他每一世，可能这一世他聚集了什么样的频率在他身边，而应该又发散了哪一些频率，所以他就会重新整理一遍，然后再有新的轮回。所以首先呢，就鬼这件事情，在瑜伽认知上就是跟路人一样，只是生死画上一刀，就也没有什么。那你想哦，如果你在路上，然后突然吹奏一个乐器，路人会怎么样？会看你一眼，对不对？好听可能会停久一点，一样的，就是你敲了一个乐器，那个频率，他可能会看一眼，但他对你其实不太会有太多的概念，就了不起就是观望着看你一下。那还要他是死了没多久，他如果已经死很久了，他其实也不太会有这一方面的认知或频率，他就是会慢慢朝向阿法、西塔、德尔塔，就是会忘记。所以主要还是想就是人的世界就好了，不用想到鬼的世界。那如果想到鬼，就想到你就是原则上是陌生人，除非有一种就是你自己就是罪大恶极，让那个鬼有多恨你啊，恨你恨到他无法发散，他就是整个卡住，就好像肿瘤还是一些病症，他就卡在身上，动也动不了，然后不肯走，也不肯被血液循环淘汰。就是你这个人到底要有罪大恶极，这个鬼才会一直想纠葛着你。所以人确实不要太做坏事啊，不然他不想发散，他就想一直赖在这里。他也会很辛苦，你也会很辛苦。晚上可以敲钵吗？晚上怕不敲钵，就是因为在人的角色啊，他是喜欢阳光的。他要7个脉轮去组合成他的样子，成为一个形。可是当他变成是魂的时候啊，他没有那么喜欢阳光，所以确实在晚上他们活动性是相对比较好的。那还是回到刚刚那个，他就是活动性变高，对，就大家比较愿意出来了啊，比较愿意出来，他也就是路过看到个乐器，他可能会好奇看一下，但他对你其实不会产生出多大的影响，除非啊。都是你心里已经先植入了那个念头，它就好像是你今天看了恐怖片，然后从镜子里面爬出了一只鬼，那你是不是在晚上要再去刷牙洗脸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那个镜子里面可能会有一只，除非是你自己心里已经先植入了这个东西，不然其实它不太会真实的想要去干扰你，大部分都活在你的想象里。OK， 预防哦。其实可以预防新冠，我觉得很多其实包含比如我们就是吃健康的食物啊，然后运动啊，良好的身心状态。